你今天喝了几杯含糖饮料，也许只是一杯手摇奶茶、一罐可乐，觉得这很平常。然而，科学研究警告，每天喝2杯含糖饮料，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，却可能让你的死亡风险增加30%以上。听起来很夸张吗？但这是真实的数据。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，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有研究估计，全球每年约有18万人因为大量饮用含糖饮料而提早死亡。根据哈佛大学一项长达30年的研究，经常喝含糖饮料的人寿命明显缩短。如果每天摄入2杯以上含糖饮料，相较于几乎不喝的人，总死亡率会增加约 21%， 其中男性高了将近 29%， 而女性的早死风险更是惊人的提高了 63%。 对于心血管疾病影响同样巨大，每天2杯含糖饮料会让心脏病、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提高约 31%。 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就连无糖可乐等人工代糖饮料，若每天也喝2杯，长期下来死亡风险也增加了 26%， 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上升超过50%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真糖还是假糖，喝多了都对健康不利。为什么添加糖会带来如此可怕的影响？让我们深入探讨这背后的秘密。首先，我们得了解人类为什么这么爱糖。甜的东西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，这并不奇怪，因为人类天生就爱吃糖。从进化角度看，我们的远古祖先在缺乏食物的时代，甜味意味着安全和高热，量成熟的水果和蜂蜜是甜的，通常无毒且富含能量，而且能提供珍贵的热量。大脑把甜与生存紧紧联系，所以演化出遇到甜味就特别开心的机制。吃糖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，带来愉悦和奖赏。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对甜味有偏好，这是写在基因里的甜蜜欲望。可以说，对甜的渴望是人类的本能，是大自然赏给我们的糖衣。然而，正是这样的本能，在现代社会却成了一把双面刃。在过去，甜的食物稀少而珍贵，人们难得吃到几口蜂蜜或水果，不会有太大问题。但今天，糖已经无处不在，变得过于廉价和容易取得。工业革命以来，人类大量生产精制糖，食品工业更是在各种食品饮料中狂加糖。商家非常清楚，甜味能吸引消费者，一点糖就能让食物饮料变得诱人无比。于是，我们的环境变成一个随手可得糖分的乐园，或该说是地雷阵。超商里琳琅满目的汽水、果汁、奶茶，每一瓶每一罐都藏着惊人的糖分。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吃下远超身体负荷的糖。难怪有调查发现，如今约有2到3成的成年人每天至少喝1至2杯含糖饮料。青少年喝甜饮的比率更是所有年龄层中最高，甚至近2成的男学生每天喝超过2杯。把饮料当水喝的生活方式，正让越来越多人深陷甜蜜陷阱而不自知。你知道吗？很多看似健康或习以为常的饮料，其实都是高糖陷阱。以1罐600毫升的汽水为例，里头可能有相当于14颗方糖的糖量，约50到60公克的糖，一杯大杯的珍珠奶茶全糖，含糖量甚至高达约80到90公克，相当于吃下20-30颗方糖。即使你选择半糖，糖分依然远超营养学家建议的1天摄取量。有些人每天1杯含糖饮料还嫌不够，下午再来1杯甜咖啡或运动饮料，一整天下来，不知不觉就喝进了好几十公克的糖，长期累积后果可想而知。添加糖导致不健康的饮食习惯，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的健康。摄取大量添加糖最直接的影响之一，就是让我们越吃越饿，越吃越想吃。听起来矛盾吗？但高糖饮食确实会扰乱我们体内的饱足讯号。当我们喝下一杯香甜的手摇饮时，液态的热量很快被身体吸收，血糖迅速升高，胰脏立刻分泌大量胰岛素来降低血糖，
把糖分送进细胞。然而，胰岛素的急剧上升常常导致血糖随后快速下降，甚至掉到偏低的水平。这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误以为能量不足，肚子饿了，于是食欲大振，让人很快又想吃东西。更糟的是，糖分摄取过多，还可能让身体对调节食欲的荷尔蒙变得迟钝。研究发现，高糖饮食会造成瘦素阻抗。瘦素是一种让我们感到饱足的荷尔蒙，一旦身体对瘦素不敏感，简单说就是大脑收不到吃饱了的讯号，结果就是吃了甜食反而更容易觉得饿，于是吃进更多热量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难怪含糖饮料常被称为空热量，提供了热量却不带来饱足，让你额外增加很多不必要的能量摄入。除了让你吃更多，糖本身也是高热量的来源。每克糖提供4大卡热量，长期过量的糖摄取，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体重增加和肥胖。喝下一杯含糖饮料很容易，但要消耗这杯饮料的热量却没那么简单，可能需要快跑半个小时以上才能把这些热量燃烧掉。特别是含糖饮料中的果糖，代谢途径与葡萄糖不同，它主要由肝脏代谢。当果糖过量时，肝脏会把多余的糖转化为脂肪，造成非酒精性脂肪肝。非酒精性脂肪肝，为什么果糖特别容易伤肝呢？原来葡萄糖可以被全身各处的细胞当燃料直接利用，但果糖几乎只能由肝脏来代谢处理。肝脏在短时间内无法用完过多的果糖，只好将它们转变成脂肪储存起来。久而久之，肝脏就变成了制脂工厂，脂肪越积越多。此外，果糖不会促进胰岛素分泌，也不会刺激让人有饱足感的瘦素，因此摄入大量果糖时，往往没有饱足讯号来阻止。你可能一口接一口吃下，远超所需的量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常用的甜味剂高果糖玉米糖浆被视为健康隐患，它果糖比例高，价格低廉，又添加在各种食品饮料中，让我们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过量的果糖。有研究显示，经常喝含糖饮料的人，罹患脂肪肝的风险比不喝的人高出50%以上。脂肪在肝脏累积，不仅影响肝功能，还会引发慢性发炎。时间久了，可能进一步发展成肝硬化，甚至增加肝癌的风险。前阵子，一项针对停经后女性的研究就发现，每天喝含糖饮料会大幅提高罹患肝癌的几率，即使排除体重因素影响，风险依然显著上升。糖吃多了，全身各个器官其实都难逃其害。我们从头说到脚，看看糖对身体做了什么坏事。大脑与神经，刚刚提到糖能刺激大脑的奖赏机制，让人产生愉悦感。适量的糖能让心情变好，这没问题。但如果长期大量摄取糖分，大脑的奖赏回路可能被劫持。有科学家发现，对糖上瘾在某些程度上类似药物成瘾。当老鼠不断得到高浓度糖水时，它们表现出类似上瘾的症状，越喝越想喝，停掉时还会焦躁不安。对人类而言，虽然糖瘾不像毒品那么剧烈，但很多人也体验过想戒甜食的痛苦，没吃到甜的就浑身不对劲，心情烦躁，注意力无法集中。这些都显示了糖对大脑的强大影响力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长期高糖饮食可能影响认知功能。肥胖和持续高血糖被认为是失智症的危险因子。有第3型糖尿病之称的阿兹海默症，就和胰岛素抵抗、大脑代谢异常有关。有研究统计发现，经常喝含糖饮料的人，日后罹患失智或认知障碍的比例较高。换句话说，大量吃糖不仅伤身，还可能伤脑，让你的头脑变迟钝，记忆力变差。情绪与心理健康，甜食常被视为压力时的甜蜜安慰。很多人心情不好会想吃块蛋糕，喝杯奶茶来放松。然而长期来看，过多的糖可能对情绪有反效果，因为血糖大起大落
会让情绪跟着云霄飞车般不稳定。血糖高时或许短暂愉快，但血糖骤降时仍容易感到疲倦、烦躁。更有研究指出，高糖饮食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联性。一种假说是，糖分引起的慢性发炎可能影响大脑中的神经传导，进而提高忧郁的风险。虽然甜食当下能带来快乐，但长期过量，心理健康可能悄悄亮起红灯。一些营养专家甚至建议，情绪低落时最好避免高糖食物，因为糖分只会带来一时的安慰，事后可能让情绪跌得更低。牙齿，从小我们就被告诫，吃糖会蛀牙，这可是千真万确。口腔里的细菌最爱糖，当你吃甜的喝甜的，这些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并产生酸，腐蚀牙齿珐琅质，久而久之形成蛀牙洞。喝含糖饮料尤其危险，因为液体会渗到牙齿缝隙各处，更容易造成全面性的蛀牙。而且含糖饮料往往是酸性的，例如可乐里含有磷酸，酸性环境会软化牙齿表面，更助长蛀牙。爱喝含糖饮料的人，如果不好好刷牙，小心年纪轻轻就得面对满嘴蛀牙，提早与牙医成为好友。心脏与血管，过去我们总把脂肪和胆固醇当作心血管的大敌，但现在越来越多研究显示，糖也是心血管健康的隐形杀手。当我们吃进大量糖分，体内的代谢负担加重，容易导致三高：高血糖、高血压和高血脂。首先，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壁，引发发炎反应，使血管更容易产生粥状硬化斑块。高胰岛素水平也可能促进肾脏对钠的重吸收，导致血压上升。再来，肝脏把过多的果糖转成脂肪释放到血液中，使三酸甘油酯升高，好胆固醇 HDL 降低，这些变化都对心脏不利。研究发现，即使在体重正常的人身上，高糖饮食也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。前面提到的哈佛研究就给出惊人的数据，如果一个人每日饮食总热量有 10% 到 20% 来自添加糖，那么他死于心脏病的风险比低糖饮食者高出将近40%。由此可见，糖吃太多，心脏很受伤。目前，全球已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对含糖饮料课税或限制贩售，希望以政策手段来降低国民的摄糖量。英国自2018年开征糖税后，饮料中平均添加的糖分明显下降。各国政府如此大动作，正是为了遏制高糖饮食引发的健康危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对糖危害的认识过程曾经一波三折。20世纪中叶，许多科学家和大众都把矛头指向脂肪，认为脂肪才是健康杀手，对糖的关注反而不多。而这背后，糖业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。1967年，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刊登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献回顾，把心脏病的罪魁祸首归咎于脂肪和胆固醇，只轻描淡写提到了糖。多年后曝光的档案显示，这篇文章的作者其实收取了糖业协会的资助，也就是说，糖业早在几十年前就暗中为自己漂白形象，转移公众视线。结果呢，我们戒了肥肉，却放任高糖食品在市场上泛滥，导致肥胖与糖尿病患者年年攀升。直到近期，大量研究用铁证敲响警钟，我们才总算醒悟，糖对健康的危害绝不亚于那些我们曾经深恶痛绝的敌人，比如反式脂肪、烟草。胰脏与糖尿病，胰脏是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器官，日复一日拼命帮我们维持血糖平衡。然而当糖分摄取实在太多，胰脏长期超负荷运转，细胞功能可能开始衰退。同时，胰岛素在高糖环境下反复大量分泌，我们身体细胞会变得越来越不听胰岛素的话，出现胰岛素阻抗，这就埋下了第二型糖尿病的种子。一旦演变成糖尿病，过高的血糖又会引发全身并发症，如视网膜病变、神经病变、肾衰竭、
心血管病等。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，含糖饮料喝得越多的人，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几率明显增高。例如，每天喝1罐汽水的人，将来得到糖尿病的风险远高于偶尔喝的人。高糖饮食和糖尿病早已被紧紧连在一起，糖尿病患者的剧增，正是我们社会吃糖过量的缩影。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统计，全球成年糖尿病患者已超过5亿人，而且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，这无疑与含糖饮食的流行脱不了关系。肾脏，很多人不知道，爱喝含糖饮料也可能伤肾。高血糖本身就会损害肾脏细小的过滤单位肾小球，所以糖尿病是慢性肾病的一大主因。而即使在尚未发展成糖尿病的阶段，有研究发现，每周喝超过7份含糖饮料的人，未来发生慢性肾脏病的风险显著增加。含糖饮料和肾功能不全、蛋白尿等问题都有关联。这可能是因为高糖导致的代谢异常与高血压损伤了肾脏的血管，同时大量摄入果糖也可能在肾脏局部引发组织损伤反应。总之，如果想保护你的肾，最好还是少碰那些甜滋滋的饮料，毕竟肾脏一旦受损是无法恢复的，千万不要等到必须洗肾时才追悔莫及。关节与痛风，常听说大鱼大肉会导致痛风，其实高糖饮料也是痛风的帮凶。果糖在体内代谢时会产生嘌呤，并转变成尿酸。摄入大量果糖的人容易尿酸偏高，尿酸长期过高就会形成结晶，沉积在关节里，引发痛风石和关节炎。很多男性在30-40岁开始出现痛风问题，回想生活习惯，往往发现自己特别爱喝含糖饮料或果汁。甜滋滋的饮料喝下肚，其实可能在你的脚趾头埋下痛风发作的种子，那种剧痛可一点都不甜蜜。凡经历过痛风发作的人都知道，那种疼痛有多折磨，半夜会被剧痛痛醒，关节红肿发烫，连走路都成问题。别以为只有大鱼大肉才会导致这样的恶果，如果你天天饮料不离手，小心有天也尝到痛风的滋味。皮肤爱美的人请注意，吃太多糖不仅伤害内脏，也会加速皮肤老化。当血液里葡萄糖浓度过高时，糖分子会粘附在胶原蛋白等蛋白质上，形成所谓的糖化终产物 AGs。这些物质会让胶原蛋白纤维变硬断裂，使皮肤失去弹性和光泽，更容易长出皱纹和色斑。简单说，糖吃多了，皮肤会变差，看起来更显老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要保持年轻冻龄，第一步就是戒糖，适当控制甜食，不仅是为了身体健康，也是为了容貌青春。看完以上种种，你或许就明白为什么每天2杯含糖饮料会提高这么多死亡风险了。因为糖带来的这些伤害，长期累积起来，真的可能夺走你的健康甚至生命。心脏病发作、脑中风、肝衰竭、肾脏病、糖尿病并发症，甚至某些癌症，都和过度的糖摄取脱不了关系。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对全球各国发出警讯，呼吁严格限制饮食中的游离糖摄取量。许多国家从学校开始禁售含糖饮料，甚至对汽水课税，目的就是要减少国民摄糖量，避免未来医疗体系被糖相关的疾病压垮。可以说，添加糖带来的慢性伤害是当今公共卫生的一个重大隐患。听到这里，你也许心里发毛，开始怀疑糖是不是现代人健康的头号敌人。有人甚至把精制糖称为白色毒药，觉得它和烟酒一样有害。然而，我们也不必因噎废食，走向另一个极端。难道一辈子都不吃糖了吗？事实上，完全不碰糖并不现实，也没这个必要。糖本身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，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细胞都需要一些葡萄糖来运作，适量的糖分仍是平衡饮食的一部分。而且人生总要有点甜头，偶尔的甜点饮料也是生活乐趣之一。
我们真正要对付的是过量的添加糖，而不是把所有带甜味的东西赶尽杀绝。该怎么跟糖相处？重点就在于掌握分寸和聪明选择，让糖为我们所用，而不是被糖牵着走。那么多少糖算是适当的分寸呢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成人和儿童每天从游离糖摄取的热量应低于总热量的 10%， 最好降低到 5% 以下。以一般成人每天需要2000大卡热量为例， 5% 的糖大约是25公克，约6茶匙，听起来不多吧？而现代人往往轻轻松松就超过这个量，一罐含糖饮料的糖就可能超过25公克，因此我们得精打细算，把有限的糖容量用在最值得的地方。以下是几个实用的建议，教你在享受甜蜜的同时，把风险降到最低。首先，尽量少喝含糖饮料，这一点最重要也最有效。因为相较于固体食物，饮料里的糖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过量，而且缺乏饱足感。渴了就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饮，才是解渴又不伤身的选择。如果觉得白水没味道，可以试试加入柠檬片，或泡一壶带天然甜味的花草茶来增加风味。尽可能将汽水、奶茶、果汁等含糖饮料留到特别场合再喝，且务必控制频率和分量。就算真的想喝，也请选择小杯低糖，比如把大杯改成中杯，或者点微糖、无糖的版本。注意，有些饮料即使标榜无添加糖，但加的糖浆配料也富含糖分。有人或许会问，那我喝无糖可乐、零卡汽水总行了吧？确实，人工甜味饮料不含糖分和热量，表面上是完美替代品，但也不能毫无节制地喝。前面提到的研究指出，每天2杯代糖汽水同样会提高死亡和心脏病风险。虽然原因还不完全清楚，但科学家推测，人工甜味剂可能干扰代谢功能，或者让人心理放松后吃下更多其他高热量食物。总之，无糖饮料也不是健康万灵丹，更不能因此放纵。与其拿另一种甜饮来麻痹自己，不如选择白开水，才是永远最安全的选择。其次，留意食品中的隐形糖。很多人以为不喝饮料、不吃甜点就没吃什么糖，但其实加工食品常常偷偷藏着糖。例如番茄酱、沙拉酱、面包、早餐谷物、调味酱料等，都可能加了不少糖，以增味或延长保存期限。选购食品时，不妨多看一眼营养标示里的糖含量。一些标榜健康的食品也潜伏糖分陷阱，像低脂优格为了弥补口感，通常额外加糖，声称富含谷物的能量棒，有的糖浆添加得不手软。如果能养成看标示的习惯，避开那些配料表前3项就出现糖、糖浆、果葡糖浆等字样的产品，你就能大幅减少无谓的糖摄取。再来，用天然食物来满足甜味，与其吃加工的糖果饼干，不如选择新鲜水果来解馋。水果虽然也含糖，但它属于天然存在的果糖，伴随着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吸收速度较慢，营养价值更高，而且不易一下子吃过量。例如，吃2颗苹果可能就很有饱足感了，但喝下1瓶苹果汁却轻而易举。多吃水果，少喝果汁，是营养专家反复强调的原则。如果真的嘴馋想吃甜点，偶尔浅尝几口也无妨。你可以尝试少量多滋味，选1-2样最爱的甜品，每次只吃几口，把注意力放在品尝风味，而不是追求吃下大量。这样既满足了口腹之欲，又不会摄入过多的糖分。另外，渐进式戒糖，重塑味蕾，对很多人而言，要一下子戒掉所有甜食很困难，不妨采取逐步减糖的策略。比如平常咖啡加2匙糖，先减到1匙，习惯后再尝试只加半匙，最后甚至试着品尝纯咖啡原本的香味。平常喝全糖的手摇饮，先改成半糖，接着降到微糖，最后挑战无糖，
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的味觉会慢慢适应不那么甜的程度。时间一长，你可能会发现，以前爱喝的高糖饮料，现在尝起来过于甜腻，反而喜欢上清爽的味道。有些人试过2周戒糖挑战14天，不吃任何添加糖食物。刚开始几天或许有点痛苦，但撑过去后，很多人发现精神变好了，身体也变轻盈，对甜食的渴望下降，甚至有人戒糖半个月后体重明显下降了几公斤。可见我们习惯的高糖饮食确实可以慢慢扭转。当你撑过最初的戒断期，就能重长味蕾，不再被甜食牵着走。保持均衡的生活习惯也是与糖和平相处的关键。规律运动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，帮助身体更有效利用血糖，减少糖分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充足的睡眠和适当的减压也很重要，因为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都会让人特别想吃高糖、高热量的食物来寻求安慰。当你感到疲惫或烦躁，想拿甜食犒赏自己时，不妨换个方式，出门散步，伸展舒缓一下筋骨，或喝杯温热的花草茶，都可能达到类似的放松效果，而且没有额外的热量负担。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后，偶尔吃点甜的，身体也比较扛得住，不会积累太多伤害。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成功控糖、受惠健康的案例，例如我的一位朋友小李，32岁时体重正常，却检查出有第2型糖尿病前期。他平时特别爱喝手摇饮料，每天至少2杯奶茶或果汁。医生嘱咐他必须严格控制糖分摄取，小李只好强迫自己戒掉含糖饮料，改以白开水、无糖茶取代。刚开始他觉得日子少了，甜头很痛苦，但撑过1个月后，反而渐渐习惯清淡的饮品。3个月后复查时，他的血糖已降回正常范围，肚子也小了1圈。小李笑言，原来不喝甜的，我还是活得下去啊。事实证明，改变饮食习惯对健康的影响往往超乎想象，只要愿意开始减糖，身体会很快给你正面的回馈。最后，建立正确的心态，别把糖完全妖魔化，但也别放任自己无节制。记住，剂量决定毒性，适量的糖分可以是生活的调味品，但过量就会变成伤身的毒药。一旦了解过多糖的危害，你就能更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选择。在庆祝生日时享用1块蛋糕没什么不好，只要不是每天把蛋糕当饭吃就行。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，将含糖的东西当作偶尔享受的奢侈品，而不是每天离不开的必需品。总结来说，糖带给我们甜蜜的享受，但也可能埋下健康的隐忧。每天2杯含糖饮料听起来微不足道，长年累月却可能造成可怕的结果。幸运的是，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，我们可以选择聪明地与糖相处，保留生活中的甜蜜，但不让甜变成负担。或许刚开始改变习惯有点困难，但当你逐渐减少对糖的依赖，你会发现清淡自然的滋味其实更迷人，你的精神更稳定，身体更有活力。健康和美味并非绝对冲突，只要掌握好平衡，我们依然能享受一杯香甜的饮料或一口蛋糕所带来的幸福，同时稳稳守护自己的健康。所以，下次当你拿起第2杯含糖饮料时，不妨停下来想一想，这甜蜜的滋味值得吗？或许换成白开水，身体会更感谢你。让我们一起练习与糖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既不完全抗拒，也绝不放纵、沉迷，在生活中找到甜与健康的黄金交叉点，让甜食真正为生活增色，而不是减瘦。毕竟人生苦短，更该珍惜健康，偶尔尝点甜头无妨，但别让过度的甜变成人生的苦果。管好你的糖量，你就能既享受得了甜蜜，也享受得了长长久久的健康人生。正所谓过犹不及，祝愿我们都能戒掉过量糖分的瘾，品尝适度甜蜜的人生。